回顾，看来迪丽热巴的《安乐传》依旧无法让她翻身。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，请您点击一下关注，这样不仅方便您参与讨论和分享，还能给您带来独特的参与体验。非常感谢。他的锋利感被谁夺走了？他一贯以颜值压倒众星的形象在红毯上备受瞩目，然而这次参加 Dior 大秀的红毯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状况。也许是由于现场灯光的原因，再仔细观察这张照片，或许会有一些改善。然而回想起过去，她曾经如此美丽，令人心动，每个细微的动作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可是现在为什么看起来总是变了样子呢？她的改变，即使在经过精修后的生图中也能明显感受到。她与其他明星在芭莎红毯上的比较中显得年轻，但却流露出一种胆怯和拘谨的神情。有网友曾提出，她目前颜值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，她天生拥有浓郁的面容，此外还具备异域风情，这可能导致她容易显老。真相难道如此吗？红毯大秀刚刚落幕，引发了吃瓜网友的惊叹。这一次，她没有再使用那标志性的捂胸动作，而与此同时，她主演的 S+ 级电视剧大制作《安乐传》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未经预告直接播出。帝皇书这部剧是根据网络上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小说改编而来。根据原著设定，这部剧将以大女主为核心，她将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，同时男主角龚俊和重要配角刘宇宁将为剧情提供更多层次。故事的主线是关于女主角的家庭陷入困境，被迫离开住所，流落到普通百姓中间。从那以后，她开始了一段既支持正义又探索自家衰败原因的旅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她与男主相遇，并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事件。然而，这部剧突如其来的播出，令观众完全措手不及，仿佛被突然击中了一记致命的杀手。玉骨遥在前，陈圆在后，这类仙侠剧占据了夏季电视屏幕。现在《安乐传》选择了夏季档期，能保证收视率吗？让人困惑的是，只有一集进行了更新。然而，紧接着就出现了一连串的吐槽，伴随着这一集不长不短的剧情。首先要考虑的是声音配音方面的问题。央视最近刚刚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对演员的变演辈进行了评价。在这一次的《安乐传》中，却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。刘宇宁作为一位出身草根的演员，与科班出身的龚俊和他两人一样，在该场景中进行了表演。不同的是，他选择了使用原声而非配音。然而，这并非最为重要的难题。要是配音效果能更好就好了。无数观众在该剧刚播第一集时就开始吐槽，称女主的配音与形象不相符。配音贴脸是什么意思？在《安乐传》这部作品中，配音演员的声音和情感表达必须与角色相符合。然而，女主角的配音却经常使人感到不自然。不仅如此，尽管演员和配音的台词完全相同，但是他们的嘴型却多次没有与之对应，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。国产剧还存在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，那就是滤镜使用不当。《安乐传》这次犯了之前几乎所有国产剧都存在的问题，使用了滤镜，将每个角色都渲染得惨白，人物面部细节被白得发光时，甚至难以辨认。在这个场景中，龚俊正在接受治疗伤势，然而这种滤镜的效果却使他的身体看起来更具女性特征。许多龚俊的粉丝都在呼喊救命，因为龚俊是一个以腹肌上热搜而闻名的男士。这部剧还只播了一集，就出现了这么多问题。虽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，但如果没有后续的努力，恐怕这部剧将以失败告终。再来谈谈迪丽热巴吧，她曾经以擅长古偶仙侠题材而闻名，其中的《三生三世》系列更是家喻户晓。
目前公诉的失败使其名声变得黯淡无光，而《安乐传》的口碑也在短短1集之后便迅速坍塌。他被卷入黑料绯闻之后，迫切需要创作作品来证明自己。然而，这次恐怕他又要以失败告终了。然而，他一直以来都是机灵可爱的盛世美颜，深受路人喜爱。那么，为什么他的口碑会突然崩溃呢？遮掩还是不遮掩？他可能会把芭莎红毯当作一场噩梦。他身穿一件极为独特且设计巧妙的美人鱼礼服出现在红毯上，但走下红毯后立刻成为了众矢之的。武兄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路人对他缺乏自信的关注。然而，本来只是探究其原因的问题，在金星的严厉批评之下，立即变成了一个新的层次。黄瑶的话语一经传出，令人敏感的领域立即成为了热议的焦点，引发了人们深思的讨论。他实际上不是第一次将手掌放在胸口。如果这次的不被关注和报道，他很可能会在下一次走红毯时仍然保持同样的举动。他并非仅在穿礼服时才会捂住胸前，在穿着卫衣时，他也常常会用手捂住。也许这只是他习以为常的举动。他们丧失了追求真相的思维能力，而是盲从他人的意见，最终对一个女生进行粗鄙的指责。这样的行为既不高尚也不文雅。女星不捂胸会被夸吗？就像她被骂一样。否定也是答案。她当天所穿的衣物实际上呈现如下的样式。不仅她一个人遭遇了这件事情，古力娜扎与朋友一起秘密旅行，选择了环球影城作为目的地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他们被路人偷拍并将照片上传到网络上，指责他在公众场合展示丁字裤。网上立即涌现出一片对他低俗的谩骂声。然而，这条裤子只是一件假2件的商品。他并非第一位尝试这种穿搭的人，也不是第一个因此而受到批评的人。秦岚是前一个。他在机场被人拍到，很快就有人将这些照片发布出来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评论。在大众对娜扎的穿衣风格提出质疑之后，他毫不迟疑地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并秀出了相应的照片。在迪丽热巴被指责捂胸之后，他在粉丝为他接机的过程中，似乎对这件事做出了回应。他穿上了一件低胸的私人服装，在原地旋转，给粉丝们提供了充足的拍摄机会。他的后援会在经历了几个月漫长而剧烈的负面舆论压力后，曾经无法承受，宣布暂停运营。他的问题得到解决后，随后恢复更新，推测他自己可能会更加焦虑不安。发生了什么样的传闻，居然能够给一代女顶流带来如此严重的职业打击？爱情孕育后代。据传，他和黄景瑜的关系似乎进一步升温，引发了人们对他们是否正在谈恋爱的猜测。起初我以为这只是顶级女演员的恋爱绯闻月经贴，所谓的爆料也不过是拍摄现场的花絮。然而，随后舆论的发展却失去了控制。他发布了一张机场背影照片，同时附上了令人遐想的文字。随后还转发了绯闻男主角的最新动态。原本并不引人瞩目的恋爱绯闻，如今以爆炸性的隐婚生子事件变得更加轰动。在一些好奇心旺盛的网络观众的揣测下，所有的线索越来越离奇，直指他半年没有参与电影拍摄，而是忙于处理个人事务。以为这件事就此终结，没想到，为了宣传他的新剧公诉，他积极制造了近100张自拍照片。这张照片是他美照集中的一张，再次将他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。有人传言，照片中的贴纸据说代表了黄景瑜和他们的 CP 热带鱼，暗示他正在与男方秘密地展示爱意。实在让人惊叹的是，这种联想力确实令人难以置信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
那么他很可能会选择避开一些麻烦，以逆风的方式行事炫耀情侣关系。许多粉丝对于这个几乎没有逻辑的行为深信不疑，尽管他并没有真实依据。他对于这件事情的传闻做出了回应，并表示将会对造谣者提起诉讼。随后，他们公布了提告的进度。然而，有一句俗语非常贴切，即人们只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。在他隐婚生子这个已经占据舆论高地的传闻面前，后续的辟谣表现得相当无力。他的告诉书虽然有9页之多，控告的造谣者竟超过30人。他的名誉从这一事件爆发开始就开始崩溃了。之后，那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镜头，对他每一部作品进行重新评判，导致他被完全视为一个纯粹装饰的存在。他难道就没有任何作品的演员吗？从默默无闻的配角跻身成为备受瞩目的主角。他的认识始于高文，因为他是一位剧迷。尽管在该剧中，他并非主角之一，然而他的古灵精怪之气质却彻底压倒了当时的主演唐嫣。在这部仙侠剧中，她的眼神既勾人又美丽，扮演着一个默默为爱奉献的小师妹角色。她的魅力首次吸引了一大批观众，其中有很多人是从凤九这个角色开始关注她的。她在电视剧《十里桃花》中扮演杨幂的侄女，虽然角色戏份不多，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因此，她成为主角的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被拍摄并播出。这次她成功地走进了千家万户。接着，她登上综艺节目舞台，成为代言人，走上红毯，成功地成为一线女星，被誉为炙手可热的女顶流。然而，令人惊叹的是，她那美丽中那锋利的特质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一次，有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，询问她用3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性格。她当时几乎下意识地展现出快乐的笑容，毫不犹豫地与摄像机交谈。几年后，当记者再次采访时，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。经过一番思索，她缓慢地道：“这实在是让人捧腹大笑。”再也看不见的是她那极具辨识度的张扬跋扈的美。回忆起年初的一幕，她与易烊千玺共同参加了某个活动，他们默默无言地坐在一起。两人作为男女顶流，他们的照片一经拍摄，立即有网友找到了5年前他们坐在一起时的合影。当时许多互联网上的观察者戏称，这岂不是就像我刚刚入职和入职5年后的对比写实照一样？总而言之，对于一个当红明星来说，星途坦荡几乎是难以实现的愿望。谁都无法逃脱人生如逆旅的定律。在行业内长久立足的资本，是守住初心，不急求功利，逐步磨练自身专业技能。他被网友评为4大眼辈之一，就像之前央视对他的评价一样。然而，在《安乐传》中，他仍未使用真实的声音。然而，网友对配音的评价却指出出现了不贴脸的情况。他能怎样才能在这种作品面前获得胜利？